好家伙！何赛飞承欢记首播就差评一片，观众差评理由出奇一致。随着追风者的圆满落幕，央八迅速献上了新剧承欢记，显然有意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听体验。这部都市生活题材的影视剧，或将引领我们深入都市生活的细枝末节，品味其中的人生百态。都市生活剧层出不穷，每年新剧层出不穷，然而其表现却常常不尽如人意。尽管他们描绘着城市的繁华与喧嚣，却往往缺乏真实的情感共鸣，无法深入人心。如果《奔跑是我的人生》虽然只获得了 7.5 的豆瓣评分，但它依然以其独特的温情视角和真挚的情感描绘，让观众们感受到了都市生活的真实与温暖。不知新剧《承欢记》能否延续这份感动，再次引领都市生活剧的新风潮，让观众们再次沉浸其中，品味生活的点滴。承欢记于4月9日在央视8档和腾讯视频首播，杨紫、徐凯、何赛飞、牛俊峰等演员的精湛演技让这部剧备受瞩目。特别是杨紫与何赛飞再次联手演绎母女情深，让观众们期待已久。精彩纷呈的剧情令人回味无穷。自电视剧首播以来，收视率持续攀升，一度突破2，更在站内热搜榜上勇夺榜首。这些骄人的成绩无疑证明了该剧的播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成为了一部真正的爆款作品。尽管《承欢记》一度被寄予厚望，期待其能颠覆观众对都市生活剧的固有印象，但遗憾的是，在一片热闹与期待中，该剧却饱受争议，令人不禁对其口碑感到惋惜。在浏览该剧的评论区时，我发现观众的反馈普遍较为负面。许多观众认为，国产都市剧中的霸道总裁形象过于模板化，角色设定显得陈旧，而演员的表演也显得过于夸张。这些负面评价几乎一致地指向了剧情和演员的表现。让我们换位思考，置身于观众的立场，深入探索这些评价背后所蕴含的真理。他们是否恰如其分，还是有所偏颇？透过观众的眼睛，我们或许能发现更多被忽略的细节，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评价的真实含义。承欢记细致描绘了麦承欢如何历经情感挫折，从强势母爱的束缚中挣脱，最终凭借坚定的信念和不懈努力，独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成长之路。这是一个充满挫折与希望、坚持与成长的动人故事。经过几集的浅尝辄止，我深感此剧的剧情略显陈词滥调，缺乏创新之处，甚至可以预见后续的情节发展。这样的体验让我失去了继续追剧的冲动，内心毫无波澜。麦承欢，这位90后上海女孩，虽生于寻常巷陌，却以其独特魅力在繁华都市中独树一帜。家境朴实无华，却丝毫不减她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。在老弄堂的岁月里，她默默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故事，那份体面的工作不过是她融入这座城市的一种方式，而真正的她，是那些无数默默奋斗的社畜中最亮眼的星辰。经过前几集的铺垫，我们了解到麦承欢与辛嘉亮这对恋人已经携手共度了3年时光。他们的感情日渐深厚，仿佛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共享人生的喜悦与温暖。尽管辛嘉亮并非剧中的男主角，但命运却未能让他与女主角携手共度。按照都市剧的经典规律，男女主角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他们的缘分注定要被割断。这份遗憾如同飘落的秋叶，轻轻划过观众的心头，留下无尽的遐想。他们俩的感情如此深厚，如何能将他们分开呢？编剧巧妙地安排了男友辛嘉亮是一个身价亿万的富二代，然而他一直对女主麦承欢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。这样的设定不仅增加了剧情的复杂性，也为两人的关系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。承欢记以都市生活为主题，
却陷入了不真实的情节设定。在现实中，富二代隐瞒身份与普通女孩交往3年的故事，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，而非贴近生活的描绘。这种故事设定确实容易让人产生疏离感，难以真正沉浸其中。麦承欢在工作中意外揭开了辛嘉亮富二代的面纱，这让他愤怒不已。3年的感情，他竟被蒙在鼓里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背叛。他毫不犹豫地与辛嘉亮发生了争执，心中的怒火难以平息。你可曾想过，得知那个一直深爱着你的男友，竟然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富二代，这难道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幸福吗？如此美事，足以让你在梦中都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女主意外发现男友是富二代，这突如其来的真相让她心生不满，两人因此争执起来。我深知这场争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的分手，然而这也为女主与男主的相遇与相知埋下了伏笔，两人的命运或许将因此紧密相连。前几集，麦承欢与辛嘉亮的感情故事迅速展开，同时男女主角的相遇也引人入胜。然而，观众们对剧情人设的吐槽在所难免，因为姚志明这一角色的设定依旧是气质高冷的霸道总裁，显得有些陈词滥调。男女主角的初次邂逅发生在公司繁忙的电梯间。当女主角手提精致蛋糕，优雅地步入电梯时，却不慎与男主角手中的咖啡发生了微妙的碰撞。蛋糕的外壳轻轻触碰到咖啡，瞬间溅起的咖啡渍点缀了男主角的衣袖，也开启了两人间的缘分序幕。在繁华的都市剧中，手捧咖啡的霸道总裁总是令人瞩目。当与女主角首次相遇，他总会巧妙地制造些小意外，使得这场邂逅更加难忘。这种独特的出场方式，不仅加深了两人对彼此的印象，更在无形中为剧情增添了浓厚的浪漫色彩。初次的不愉快邂逅与随后的工作疏忽，让男主对女主心生厌恶，甚至动了开除她的念头。然而，命运却在他发现女主潜在的工作价值时，悄然扭转了方向。男主将她留在了身边，既是出于现实的考虑，也是对资源利用的精准把握。男女主角的前几集已经揭示了他们爱情故事的走向，那是一段典型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桥段。最初，男主角对女主角冷漠无情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在工作中的频繁接触，男主角逐渐对她产生了情感，最终陷入了对她的狂热追求。在观看这几集后，我深感此剧的剧情乏善可陈，缺乏创新和引人入胜的元素，演员们的表现也略显平淡，未能完全展现角色的魅力和深度。整体上，这部剧似乎缺乏足够的亮点来吸引观众。《承欢记》首播后收视喜人，杨紫的精湛演技无疑功不可没。她凭借出色的表现力，多次主演作品都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喜爱，如《香蜜沉香如屑》及《长相思》等，均取得了极高的关注度。杨紫的出色演绎为这些剧集的成功增色不少。杨紫在古装剧中的表现确实出色，然而在都市剧中的演绎却显得有些生硬。尽管她的演技依然在线，但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，她的面部表情却显得有些僵硬，难以令观众完全沉浸其中。这或许是她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方。在剧中，大幅度的面部动作常常显得僵硬，线条亦不流畅，导致观众难以捕捉到微妙的表情变化。这种现象使得情感的传达受到阻碍，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变得不够紧密。徐凯的外貌无疑是个亮点，然而演技却不尽如人意。他饰演的姚志明一角，在表现上缺乏引人注目的特点，尤其在念出台词时，不自然的表情和动作令人出戏。希望他能不断磨练演技，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表现。在剧中，
独特的表演手法凝聚于微妙的表情变化之中，那是由撇嘴、皱眉与瞪眼所构成的三件套。这种表现方式不仅赋予角色丰富的情感深度，还生动地勾勒出他们内心的细微波动，使得故事更加引人入胜。最终，资深演员何赛飞在剧中扮演的女主母亲一角，其表现并未引起太多瞩目。尽管她以丰富的演技经验闻名，但在这部作品中，她的表现却显得平淡无奇，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点。剧中的她，人物形象似乎被设定在俗套的框架内，仿佛是那都市风景中不可或缺的恶妈妈。与女儿之间的冲突，似乎总是遵循着某种不太合逻辑的剧本，却也因此成为了剧情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在剧中，她与女主的关系初显端倪，冲突与矛盾因母亲的强势而愈发激烈。然而，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母亲经历了种种波折，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。最终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修复，共同谱写了一曲完美的母女情。《承欢记》首播收视破2，热度空前，成绩斐然。然而，争议亦随之而来。若后续剧情缺乏新意，都市剧口碑恐难再创新高。